今天我们聊一个人，这是一个从煤矿坑里走出来的学霸，他一路披荆斩棘，穿上白袍救死扶伤，最终又换上了西装，站上权力之巅。赖清德和他背后那座风雨飘摇的岛屿，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位曾经的矿工之子，哈佛大学毕业的医生，当今的台湾领导人，刚刚上台执政1周年。他究竟会把台湾带向何方？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还是充满荆棘的和平？今天呢，我不想预设任何立场，我们尝试借鉴 CIA 情报分析师常用的结构化分析技术，比如说人物侧写、动机分析跟潜在的情境构建等等，结合非常扎实的这个数据和事实，去分析赖总的行为模式，反映了他怎么样的深层的驱动力，预测在不同的压力环境底下，他可能会做出何种的抉择，从而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赖清德人生的起点是1959年的台北县万里乡，一个贫困的煤矿聚落。父亲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因矿难去世，留下母亲独自拉扯6个孩子长大。这种父爱缺席、慈母多劳的剧本，我们在很多成功人士的传记里面都曾见识过。情报分析在评估领导人的时候，会特别关注这类早期经历对于其决策偏好的潜在塑造。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早期的经历往往会深刻地影响一个个体的核心需求，通常会锻炼出2种核心的驱动力。第一种是对于安全感跟掌控感的极度的渴求，另外一种则是对于成就和认可的强烈动机，以弥补早年的缺失感。赖清德的行为模式似乎同时展现了这2种特质的交织影响。赖总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儿时的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即便资源有限，凡事皆有可能。他确实很努力，也很聪明。从万里乡第一个考上台北建国中学，再到台湾大学的复健医学系，国立成功大学学士毕业以后去上医学系，甚至后来还去了哈佛大学镀了一个公共卫生硕士的金。这是非常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靠读书改变命运的范本。这个万里矿工之子的标签伴随着他整个的政治生涯，为其塑造了本土的贴近基层的理解民间疾苦的形象，在选举当中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选票。从贫困的矿区到哈佛教堂，然后再到总统的宝座，这个过程锻造的绝不仅仅只是同理心，还有钢铁般的意志、高度的自律，以及对于成功的极度渴望。这样一种超乎寻常的巨大的阶层的跃升，在领导力特质分析当中，往往意味着个体发展出了超乎常人的韧性、高度的内控性人格，以及对于目标实现的执念。所有这些特质在未来的高压决策当中，既有可能是优势，也可能造成盲点。行医数年，赖清德专攻康复治疗与脊髓损伤，口碑非常好。副手萧美琴曾形容他有拯救生命的医生那样一种在非常时期快速做出自己的判断，并采取紧急行动的这样一种决策风格。那如果故事到此为止的话，我相信赖先生会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但是台湾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荷尔蒙显然驱使了他，或者是命运对他有另外的安排。关键的转折点是在1996年的台海危机，那个时候导弹呼啸，战云密布，刺激了很多台湾人的神经。用赖清德自己的话来说，那个是他生命当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从认知心理学跟情报学的关键事件分析当中，这类决定性的时刻往往会重塑一个个体的世界观跟核心的信念，并成为其后续行为选择的强大驱动力。他所感受到的责任很可能会内化成为一种深刻的使命召唤，让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参与到这个新生的民主实验，为保卫台湾的民主尽一份力。他参与了民进党大佬陈定南的省长竞选团队，算是出色政坛。于是乎，我们看到白袍换上了西装，手术刀换成了麦克风和选票。
赖清德他一路从国大代表干起，连任世界立法委员、台南市长、行政院长、副总统，直到今天为止，这条路他走了近30年。30年时间足够让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深谙游戏规则的政坛老手，也足够让当初的理想在现实的酱缸里染上各种复杂的味道。他的政治光谱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民进党内的新潮流系，这个派系以主张更为强烈的台湾本土的认同而著称。他确实是有2把刷子，在台南市长任内，民调一度高到被称为赖神，连任的时候有 72.9% 的得票率，至今还是一个让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记录。但神这个字在政坛上往往未必是什么好的兆头。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能够连续3届执政，这本身就是对于北京长期以来和平统一战略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赖清德的当选，即便在他具体政策出台以前，就已经对于北京偏好的两岸关系的路径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挑战。我们要了解赖清德，或者说任何一个在权力游戏当中沉浮的政治人物，都不能只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做了什么。尤其是要观察在于压力的环境底下，在面临两难抉择的时候，他怎么样做出自己的决策。我们先看看他在台南市长任上的那场大戏。因为质疑国民党籍的议长李全教贿选案遭起诉，他可以带领整个市府团队以拒绝向贪腐低头为名，连续240天拒绝进议会，这样一种老子不跟你玩了的这种姿态，支持者是站起有原则反黑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种行为，如果我们运用行为准则分析法，我们可以观察到赖总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倾向于高风险高对抗的策略，而非寻求妥协，这样一种原则的优先性似乎是高于程序的正义性。看起来这好像是揭示了他性格当中某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固执，以及在特定的情境底下，为了他认定的更为崇高的目标而可能挑战现有框架的倾向，甚至是对于体制规则的某种蔑视。监察院后来因此而弹劾他，理由是架空立法权，背离民主法治的原则。但其实这种所谓的弹劾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他的政治声望反而因此而上升，反而巩固了其反黑金的这种铁腕的形象。公惩会最后只给了一个申诫的处分，这个在台湾的政治生态里面大概跟罚酒3杯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再看看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捅的那个大篓子，一例一修劳基法的修正案，前任林权的版本被骂得狗血淋头，他上来大笔一挥，搞了一个事不变试弹性，试图在劳资双方的怒火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结果呢，劳工团体骂他背叛，资方也不领情，两面不讨好，损耗巨大。他那句照服员薪资若不够可以当作功德的言论，引发了脱离基层的广泛批评，甚至被部分舆论形容为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一个哈佛的公共硕士说出这种话，这反映了在高层政治环境当中长期经营以后，我们的那一种产生了某种精英隔绝或者是回音式的效应，导致了其对于基层民众的真实感受出现了某种认知的偏差。情报分析师在评估某个领导人言论的时候，会特别警惕这样一类决策者认知偏差可能导致出现政治失误的这种类型的盲点。那这位矿工之子在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似乎开始与他曾经代表的那个阶层产生了一些微妙的疏离。那在2017年9月，正是在他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他首次清晰地抛出了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个定位。我们要记住这个时间点以及这个标签，它如同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开启以后就再也关不上了。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个标签对于深绿的支持者而言呢，台独是核心，务实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对于北京而言，务实只不过是一个伪装，台独才是本质。而对于华盛顿来说，他们更关注务实的部分，希望这位工作者别添乱。
所以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个标签看上去是不是天衣无缝呢？既安抚了独派，又完全没有踩到对岸的法理台独的红线，堪称台湾政治语言艺术的一个杰作。这个看似左右逢源的标签，真的能够帮助他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游戏当中游刃有余吗？当现实的压力来临的时候，他的务实会偏向何方呢？2019年那一场党内的初选，他悍然挑战寻求连任的蔡英文，这个在极度讲究伦理辈分、强调团结的东亚政治文化圈里面，尤其是在民进党党内，不次于一场政治地震。他给出的理由是，民进党2018年地方选举惨败以后，选情危急，他需要承担起带领台湾勇敢面对中国并吞的责任，力挽狂澜又是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但如果我们拨开温情脉脉的言语的修辞，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来审视，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基于对当时政治情势、个人声望跟权力的机会窗口的一个非常精密的政治风险的评估与机会的捕捉。这个事件显示，我们的赖总并非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高度目标驱动并且具备政治决断力的行动者。彼时蔡英文支持率非常低迷，赖清德显然认为这是他的一个机会，结果初选失利，但几个月之后他又成了蔡英文的副手，并最终一起赢得了大选，非常成功的从一个挑战者转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储君。做副总统的4年是他外交历练的补课期，也是其务实台独论述的精修期。他多次出访，包括2020年以副总统的身份出席美国的这个国家祈祷早餐会，这个是台美断交以来最高层级的一个访问的突破。2024年8月，仍然是副总统身份的他出访巴拉圭，回程的时候过境美国纽约跟旧金山。北京这边批评他是借过境搞变相访美，解放军也举行了这个环台军演，但是规模跟烈度被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所有这些经历跟历练，无疑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与残酷。从这些事件，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赖清德的几个核心的特质。首先，第一点，坚韧甚至固执，意识坚定，他认准的事情呢9头牛都拉不回来，一旦他下定决心就很难改变。第二是强烈的使命感，或者说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自我认知。第三是务实的政治操作，他并非不懂得转弯妥协，尤其是在个人的政治前途面临抉择的时候，这样一种务实与他常常挂在口中的台独的理想常常会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张力。这样一种务实与理想的张力，是理解赖清德本人性格和行为特征，并且预判其未来关键决策的关键点。在情报分析的人物侧写当中，我们经常会评估一个人他意识形态的刚性与弹性，以及这个人的这个战略目标与战术手段之间的关系。赖清德究竟是为了一个现实而调整说辞的意识形态的刚性者，还是一个极度擅长运用权变策略的务实主义者呢？从他这个执政首年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似乎更像后者，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恐怕更倾向于前者。因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就算那种看起来像是一个懂得权变的务实派，你看他在任期内并未明显推动法理台独或者是挑衅式的修宪，但北京方面仍然会假设这个就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因为他是伪装的最好的独派，而大陆的情报跟军事单位会以最坏的情况来做准备，来预判他将来的决策跟行动。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赖清德跟台湾面临的一个终极的困境。一方面，岛内的这个主体意识日益高涨，民进党的基本盘会要求他们在主权问题上强硬起来，但另外一方面，来自于海峡对岸的这个压力与日俱增，而台湾的安全又高度依赖美国。很可惜，美国的核心利益其实是维持其全球霸权跟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台湾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所以赖清德的务实究竟是对谁务实呢？是对于台湾人民的民意务实，还是对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务实，亦或是对于北京画设的红线务实？
当这些务实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会如何取舍呢？作为总统，赖清德执政的第一年就好像是在惊涛骇浪当中开船，让我们登上赖船长开的这条船，先看看船舱的内部，再看看外部的风浪。他面临的开局极不轻松，虽然赢得了选举，但是得票率只有40%。民进党在立法院选举当中未能获得过半席次。朝小野大的直接后果就是立法的效率低下，政策推行困难重重。国民党跟民众党联手多次冻结甚至削减政府的预算，立法院爆发肢体冲突，国民党指责赖清德是独裁者。面对于各种冲突跟局面，赖清德指示国安团队向在野党主席进行国安简报，这个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内部的共识，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应美国的期待，至少表面上要向外界展示台湾政坛的这个团结。雪上加霜的是呢，台湾的这个宪法法庭也近乎瘫痪，这意味着行政与立法发生争议的时候，少了一条重要的司法解决途径。这种内部的政治僵局绝非简单的内耗，它是直接削弱了台湾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赖总发展经济的核心的战略是立足台湾，布局全球，强化与美国等民主国家的联系，意图分散对于大陆市场的依赖，来抗衡北京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台湾对大陆投资从2010年的 83.8% 降到了2024年的 7.5%， 出口的占比从 43.9% 降到了 31.7%， 所有这些数据都显示了经济去风险化的努力。赖清德和他的政府所要应对的绝不仅仅只是立法院的政治攻防战，或者是来自于北京和华盛顿的巨大的压力。宏大叙事的背后是台湾社会内部2300万民众复杂多元甚至是充满了焦虑的真实的期待与感受。政治人物在高谈阔论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普通台湾民众的感受最深的还是日常的柴米油盐不断上涨的物价，两岸军事演习那份挥之不去的忧虑，以及对于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茫然。那对于赖总交出来的第一年的成绩单，台湾民众是否满意呢？就职1周年之际， TVBS 的民调显示赖商的支持率是 32%， 不支持率是 55%。 其实他刚刚上任时候的支持率是蛮高的，大概有 58%。 那其后我们看到他的支持率起起落落，像过山车一般，反映了岛内经济焦虑、内部政治斗争对于执政信心的影响。特别是民进党主导的针对30名国民党立委的这个罢免行动，其实多数的民众并不买单，也拖累了这个赖清德的声望。来自于街头巷尾的一些真实的声音，跟冰冷的民调数字一起，其实是构成了赖清德政府在推动任何政策的时候都无法忽视的这个民意的基础。这个是他执政路上最大的软肋，但如果能够有效回应的话，也可以变成是他最坚实的后盾。那如果说内政是文斗，那么两岸关系就是武斗跟暗战的交织。赖清德上任伊始，北京就给了一个下马威。从2024年的5月开始，解放军举行了这个联合利剑 2024A， 10月是联合利剑 2024B， 2025年4月是海峡惊雷 2025A 演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警船首次在解放军的指挥下模拟封锁台湾海峡，这样一种军事压力的常态化、实战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北京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威慑，更是在塑造一种新常态，逐步蚕食台湾的活动空间跟心理防线。在经济上，北京也毫不手软，2024年6月终止了 ECFA 这个框架底下134项台湾产品的关税减让，虽然只影响 2% 的总出口，但是政治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经济的冲击。这个表明北京会持续运用经济的工具进行政治施压。而在外交上，北京持续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阻止其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等国际组织。所以面对北京的全方位的施压，赖清德如何接招？他提出了和平4大支柱作为战略的指导，比如说强化国防、强化经济韧性、与民主阵营比肩，然后有尊严的对等与中国大陆交往等等等等，其核心就是备战才能够避战。
2025年3月，他宣布了17项国家安全措施，全面应对来自于中国的渗透、间谍、混合战等等威胁，并且将中国大陆直接定义为外国敌对势力。这个包括了加强反间谍、恢复军事审判部分权限、严格审查与中国大陆有关联的个人跟组织。在两岸论述上，赖清德延续了蔡英文两国互不隶属的基调，但是他试图在言辞上有所创新，或者说有所试探。比如说，他前几天推出了所谓的公司并购说来比喻两岸关系。这个公司并购论显示了赖清德他试图跳出传统的框架，为两岸对话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的一个努力，但与此同时也暴露了这种尝试的巨大的风险跟复杂性。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当中已经阐释过了。那在国际上，美国依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倚仗，但2025年4月的时候，美国突然宣布对台湾的这个产品加征高达32%的关税，这种做法无疑给美台关系投下阴影。赖清德政府紧急提出5大策略应对，但是台湾的内部已经有高达86.4%的民众认为关税将对于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所以我们看到赖总的第一年展现了一个小的这个政治实体领导人在巨大压力底下的非常复杂的操作。内政上朝小野大的这个困局在短期内是无解的，罢免案其实更加激化了这种对立，然后损耗了政治的能量。民调的起伏其实反映了民众对于经济民生跟政治稳定性的高度的敏感。那一种试图以国家安全为轴心的凝聚共识，但其实效果非常有限。两岸关系上，他试图在坚持主权与避免过度刺激北京之间走钢丝。北京的策略当然是持续施压，制造新的常态，这样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其实对于台湾的长期消耗不容小觑。在国际层面上，台湾虽然获得了很多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多数国家是口惠而实不至，实质性的安全保障跟国际的拓展空间，台湾依然是步履维艰。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赖总作为棋手的旅途显得格外的崎岖跟孤独。那把这一年以来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一些更深层次甚至有些残酷的真相开始浮出了水面。第一个真相就是内部的分裂是台湾最脆弱的阿克琉斯之踵。我们看到台湾立法院的争斗、预算的杯葛、罢免案的烽火，不仅仅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常态，更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结构性风险。你想想看，当外部压力山大的时候，台湾内部却无法形成基本的共识，甚至哪怕是在国防等核心议题上都难以一致对外，这个无疑会被对手视为可乘之机。因为台湾最喜欢说的这个北京的统战策略，其实历来就是非常善于利用对手内部的矛盾来制造事端。所以今天台湾的政治分裂，某种程度上是否正在削弱其作为棋手的底气呢？那第二个真相就是北京正在重塑台海现状的定义权。我们看到解放军的军演在过去1年早就超出了军事演习的范畴，每一次的演习都在尝试将这个活动范围向台湾更进一步正常化、常态化。他们在用实际行动模糊所谓的海峡中线，挑战台湾的所谓比连区甚至领海的概念。这样一种切香肠式的策略正在潜移默化的改变台海地区的军事跟政治的平衡。长此以往，台湾的反应的阈值会不断的拉高，而应对的空间则被不断的压缩，这就比一场突发的战争可能更具侵蚀性。第三个真相就是棋手的雄心与现实的制约。赖清德他反复说台湾是棋手不是棋子，这样一种主体意识的表达跟宣示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便勉强承认这一点，我相信这个棋手他在落子的时候也往往是身不由己的。你想想看，美国希望台湾有防卫的能力，但是又不希望台湾给他惹是生非，而赖清德的17项国安措施将中国大陆定义为外国敌对势力，这种做法在大陆看起来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所以其实这样一种强硬的姿态能不能转换成为有效的吓阻力，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效果，反而有可能
强化了对岸武统的决心，引发将来不可控的升级。所以这其中的平衡要把握起来是极其微妙的。第四个真相是经济牌的这个效力与反噬。那北京用 ECFA 来施压，美国用关税来施压，在经济上始终是影响台湾命运的一些关键的变量。赖清德政府推动经济多元化，然后设立主权财富基金，试图想要摆脱对于单一市场的这个依赖。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肯定是正确的一个战略方向，但是在短期内，民众对于经济的感受，比如说物价、就业、出口订单，都会直接影响对于他执政满意度的结果。而美国关税事件当中，台湾民众会对于美国不太可靠的这个感觉上升到了 57.2%。所以当民主同盟的所谓民主阵营的这种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价值观的这种民主理念的光环似乎好像也开始暗淡了几分。所以当我们回顾赖清德的第一年，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区领导人的这个政治起伏，更是一个身处地缘政治断层线上的共同体，为了维持其生活方式跟价值观和自主性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跟面临的严峻的考验。赖清德说实话，他是尝试在夹缝当中寻找主动，但每一步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跟不确定性。我相信对于一个像台湾这样的一个政治实体，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赖总提出所谓的公私并购论，本意或许是想打破北京设定的对话的框架，争取一个对等的尊严，但他这番论述从信号传递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次极具风险的尝试，因为情报分析会关注这类非常规表述背后可能的多重意涵跟试探的目的。它既有可能是在向北京传递某种潜在的谈判空间，同时呢，也在向华盛顿展示其可沟通性，试图在多方的博弈当中寻找新的平衡点。然而，这样一种模糊的信号也极其容易被其他方面误读，引发连锁的反应。所以我们这里要带出来一个非常关键的真相，在台湾主权问题上，赖清德宣称的或许也包括很多台湾人所希望的维持现状，其实在北京眼里根本就是一个改变现状。因为北京定义的现状是走向统一的轨道，而赖清德或者是很多台湾人想要维持的现状是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存在的现状。这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认知差异，是所有冲突的根源。国际上，美国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倚仗，台湾毫无疑问将继续扮演美国印太战略当中非常关键的那个棋子，这个是现实也是无奈。但这种以美谋独的策略，将台湾的安全完全捆绑在外部势力的善意与决心之上，而大国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以自身利益为最高考量。这一点我们看看乌克兰的例子，或许就能给我们一些不那么悦耳但却非常真实的启示。在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的现实底下，台湾的自主性究竟有多大的空间呢？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台湾在赖清德的带领下会走向何方？恕我直言，这个问题或许我们的赖总本人也未必有清晰的答案。他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试图驾驶一艘在惊涛骇浪当中颠簸的小船。他知道暗礁在哪里，他也知道灯塔的方向，但他更心知肚明的是，这片海域的气候其实并不由他决定。赖清德的挑战比蔡英文时期其实更为严峻，他面对的是一个更有决心、更有能力也更不耐烦的北京。对岸在切香肠，我们赖总也在切香肠，会不会某一天大家都切到对方的手？不知道。他会继续在接下来的3年当中，在主权的宣示上一点一点的试探对岸的底线，希望在能够不得罪大哥的前提下，满足台湾内部的民意。战争或者和平，我们从战略预警的角度来看，答案可能会不是简单的2选1。基于当前的各种趋势跟各方行为判断，一种更为可能的情境是长期的高烈度常态化的冲突边缘状态，也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冲突升级。在这样一种状态底下爆发，
大规模战争的门槛相对来说会高一点，但是小规模的摩擦或者意外导致冲突升级的这个风险却无处不在。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两列高速对开的列车，只要稍有不慎，或者铁轨上一颗小石子儿，就会酿成灾难。接下来的3年，我觉得不管赖总怎么样去做，台湾的命运恐怕都不可能由他一个人来决定。赖清德这一位从矿工家庭走出来的医师总统，他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台湾数十年变迁的缩影，他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台湾作为一个在历史跟地缘政治的夹缝当中努力求生的政治实体的宿命。他试图用务实的姿态去实现一个极其不务实的政治的理想，这样一种内在的张力注定了赖总任期的不平静。对了，关于赖总早年老家违建这件事情的一个争议其实最终是通过所谓公益信托这样一种非常充满创意的方案来完满解决的。这个或许也反映了台湾政治现实的一个复杂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了解。那么您认为赖清德的务实台独路线可行吗？在东升西降的大背景底下，宝岛的生存智慧究竟是什么？那未来影响台海局势走向的最关键因素又是什么？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爱生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